最让网友意外的是那场素颜聚餐。今年7月9日，一段由娇兰中国区公关总监个人 Vlog 记录的画面被网友注意到。画面中的宋威龙和赵今麦没有红毯上的精致妆容，也没有广告大片里的灯光包装，两个人穿着轻松的休闲服，以非常自然的状态出现在饭局中。而这场聚餐实际上发生在6月26日。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两个人单独约会，而是一场多人好友聚餐，现场还有骄阳似我的编剧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并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两人已经发展成恋爱关系。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如果只是普通合作伙伴，他们为什么会在戏已经播完这么久之后，依然保持如此自然的互动？如果只是营业 CP， 为什么连没有正式镜头任务的时候，两个人看起来依然这么熟悉？网友真正磕到的其实不是某一个动作，而是那种已经形成习惯的相处模式。第二，为什么素颜2个字会拥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因为明星在公开活动中表现亲密，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关系有多特殊。红毯牵手可以是品牌安排，双人广告可以是工作内容，直播互动可以是节目效果，甚至一个眼神也可能只是镜头捕捉到了恰好的瞬间。但是素颜聚餐完全不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松弛，没有红毯，没有台词，没有镜头任务，也没有必要刻意维持角色状态。而宋威龙和赵今麦在这样的环境里，依然能够自然聊天、接梗，甚至挨着坐在一起。这种毫无营业感的状态，才是网友真正觉得甜的地方。当然，松弛并不等于恋爱，这一点必须说清楚。两个演员因为长期合作成为关系很好的朋友，本身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尤其是拍摄一部感情戏之后，两个人经历了长时间的角色磨合，很容易形成别人无法替代的默契。所以我们看到的也可能只是非常舒服的朋友关系。可是网友为什么还是忍不住往爱情方向想？答案就在第3个细节，他们的互动实在太有熟人感了。第3，从互相接梗到彼此懂对方的节奏。宋威龙和赵今麦真正吸引观众的地方，并不是两个人永远保持浪漫状态，恰恰相反，他们很多时候更像一对认识很久的朋友。一个突然耍帅，另一个立刻吐槽；一个抛出奇怪的问题，另一个马上接住。这种互动没有太多刻意设计，却会让人产生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尤其是在骄阳似我的宣传期，两个人多次出现这种一个负责搞事情，一个负责吐槽的互动模式。宋威龙有时候表现得非常自信，甚至会主动开玩笑说自己帅。赵今麦则完全没有按照传统偶像剧 CP 的方式配合，而是直接吐槽他。这种相处方式反而比一味撒糖更加真实，因为真正熟悉的人往往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夸对方，而是敢于拆台，敢于开玩笑，敢于在对方面前表现出最放松的一面。所以很多网友会觉得他们不像是正在营业的情侣，反而像是已经非常熟悉的朋友。而这种朋友感又刚好和剧里的爱情感形成了反差。第4，真正让龙脉持续升温的是他们没有随着剧集结束立刻解绑，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娱乐圈里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一部剧播出的时候，男女主角频繁合体、采访、直播、晚会、品牌活动一个接一个，观众看得非常开心。可是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双方马上恢复各自工作节奏， CP 热度也随之慢慢下降。但宋威龙和赵今麦的情况让很多观众觉得有些不一样。骄阳似我结束之后，两个人依然出现了不少公开互动，从品牌活动到直播再到聚餐画面，时间线被一点一点延长。于是网友开始开玩笑，别人家的 CP 是剧中即散，龙脉却像是在不断更新售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这对 CP 最大的杀伤力不是剧情本身，而是售后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互动，每一次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可是每一次都刚好能够让观众继续想起他们。第五，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肢体距离。在公开活动中，两个人曾经出现过牵手、靠近、互动等画面。从纯粹的娱乐内容来看，这些画面当然很甜，但是如果把它们单独拿出来作为恋情证据，其实并不严谨。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可能需要演员配合品牌主题，尤其是情侣定位的广告或者宣传活动，牵手、拥抱、对视都是正常工作内容。所以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某一次牵手，而是两个人在不同场景下都能保持一种非常自然的身体距离。从舞台到直播，从采访到聚餐，他们似乎很少出现明显的陌生感。这说明至少一点，他们之间确实已经建立了很强的熟悉度。至于这种熟悉究竟属于友情、搭档关系，还是存在更多可能，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够下定论。第六，赵今麦对宋威龙的评价也让网友抓到了不少糖。在各种互动里，赵今麦并没有把宋威龙简单描述成一个高冷帅哥，他曾经用过帅而自知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是在夸人，但又带着一点吐槽。这其实非常符合他们之间的互动风格，不是一本正经的说他非常优秀，而是边夸边调侃。这种语气会让观众感觉两个人之间没有太强的距离感，尤其是当一个人能够自然地吐槽另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双方至少已经非常熟悉。而宋威龙面对赵今麦的时候，也经常出现一种明显的反差，平时看起来比较酷，但面对赵今麦时却很容易进入搞怪、耍帅、接梗的模式。这种反差就是龙脉最容易让人上头的地方。第七，为什么网友会把普通朋友关系也磕出爱情感？其实这和演员的表演能力有关。宋威龙和赵今麦在《骄阳似我》中饰演的是林宇森和聂曦光，角色本身就需要大量情感交流，两个人在拍摄过程中必须建立眼神、动作和节奏上的默契。当这种默契持续到宣传期，再加上观众已经对角色产生感情，就很容易出现一种心理延伸。观众看到的不再只是宋威龙和赵今麦，而是会下意识把林宇森和聂曦光的情感投射到现实中的两个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CP 粉看到他们现实中的一个小动作都会自动联想到剧情。但这里必须保持一点理性，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荧幕 CP 的化学反应非常真实，但并不能直接证明现实关系。第八，真正让人觉得甜的，其实不是他们是不是情侣，而是他们看起来真的很舒服。这是很多观众忽略的一点。一对演员有没有 CP 感，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他们有没有做出特别亲密的动作。真正高级的 CP 感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尴尬。他们不用不断制造暧昧，不用一直对视，不用不停的牵手，哪怕只是坐在那里聊天，也会让人感觉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特别自然的联系。宋威龙和赵今麦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他们并不是每一秒都在撒糖，甚至很多时候两个人都在互相吐槽，但正因为这样，才让不少网友觉得更真实。第九，而那场素颜饭局为什么会成为新的讨论爆点？因为它打破了很多人对于明星 CP 的想象。观众已经看过太多精致的双人大片，看过太多情侣海报，看过太多红毯牵手。可是当两个明星突然以素颜、休闲装、普通饭局的状态出现时，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原来他们真的认识很久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生活感。当然，我们再次强调，生活感不等于恋情实锤。从现有公开信息来看，这场聚餐是多人好友局，而不是两个人单独约会。
因此更合理的理解是两个人因为合作骄阳似我，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并且在剧集结束之后依然保持联系。这已经足够让 CP 粉开心，但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甜蜜画面就把它直接定义成爱情。第10，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朋友，那么这种关系其实也非常难得。娱乐圈里真正能够在一部作品结束之后继续保持联系的搭档并不少见，但能够让观众明显感受到默契的却并不算多。宋威龙和赵今麦之间的优势就是他们在合作期间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互动语言，有些梗不用解释，有些动作不用排练，甚至一个表情就可能让另一个人马上接住。这其实就是合作伙伴之间最珍贵的东西。所以，与其急着问他们到底是不是情侣，不如先承认一个事实：他们确实是很有默契的一对搭档。而这种默契也确实让观众看得非常开心。第11，当然，网友最期待的还是二搭，因为对 CP 粉来说，真正能够验证化学反应的方式，从来不是猜测现实恋情，而是再次合作。如果未来宋威龙和赵今麦真的有机会出演第2部作品，那么观众一定会非常期待，因为第1部作品已经让他们拥有了足够深的角色基础。第2次合作之后，他们之间的默契可能会更加成熟，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第1部作品太经典，第2次合作反而会面临更高的期待。所以二搭究竟是不是好事，最终还是要看剧本。如果故事足够精彩，角色足够适合，两个人自然会再次产生新的化学反应。如果只是为了满足 CP 粉而强行组合，反而可能失去原本最珍贵的自然感。第12，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宋威龙和赵今麦到底是不是情侣？目前没有足够公开证据可以证明。素颜聚餐是真的，自然互动是真的，默契是真的，网友觉得甜也是真的，但甜与恋爱之间永远不能直接划等号。真正值得珍惜的是他们在镜头前后表现出来的那种舒服感。也许他们只是很好的朋友，也许他们是非常默契的合作伙伴。未来有没有新的变化，我们无法替他们提前回答。而对于观众来说，最好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喜欢他们的作品就继续支持作品，喜欢他们的互动就安安心心磕糖。但不要把猜测当成事实，因为真正的答案，如果有一天需要被公开，一定应该由当事人自己说出来。现在回头再看那段素颜聚餐，你会发现最甜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他们坐的有多近，也不是某一个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是两个人在没有精心准备、没有角色加持、没有华丽灯光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自然地坐在一起聊天。这种舒服的关系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羡慕。所以，这真的只是朋友吗？答案也许暂时没有人知道，但至少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理解为因戏结缘、关系不错的朋友和默契搭档，而不是直接认定为恋人。至于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故事，就让时间给出答案。毕竟娱乐圈最让人期待的，从来不是我们替明星写好的结局，而是下一次出现新画面时，我们突然发现，原来这两个人又给我们发糖了。如果你也喜欢宋威龙和赵今麦，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他们之间最甜的瞬间是哪一个？你认为他们是默契十足的好朋友，还是确实有一种超越普通友情的特殊氛围？欢迎留下你的看法。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喜欢这种华语娱乐圈明星故事、CP 互动和幕后细节分析，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天继续带你一起吃瓜，一起分析，也一起发现那些镜头之外最有意思的娱乐细节。我们下期见。